大家好，又是我肥肥。今天我要来分享如何煮罗家酱的食谱。每逢星期一、四、六都会有视频更新哦，请多多关注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你们的订阅就是我坚持的动力。我们先来看看煮罗家酱所需要的材料：椰糖200克，黑酱油90克，酱青50克，清水50 ml， 虾膏2汤匙，巴拉尖15克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巴拉尖放入锅里，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到干身，炒到有香气。这个锅是不需要放油的哦，我们只要放巴拉尖下去，就像这样慢慢的炒，炒到它变粉状、变干身了，然后有香气就可以了。当巴拉尖炒到有香气过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椰糖倒下去，还有把清水也一起加进去。我们要把这个椰糖煮至融化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黑酱油还有酱青一起倒进去，一起慢慢的熬煮。我们要把这个椰糖煮至完全融化，然后要把这个酱汁煮滚。当这个酱汁煮滚后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虾膏倒进去，然后继续的熬煮。我们要把这个罗家酱煮至浓稠。当罗家酱煮到开始浓稠了，我们可以试一下味道，看一下适不适合你们的口味，看一下虾膏的味道够不够，还是够不够咸，够不够甜。我们要把这个罗家酱用小火慢慢的煮到它的水分收干，然后煮到它变浓稠。怎么样才叫浓稠呢？就像这样，它会起很多的泡泡。一开始还有水分的时候，这个罗家酱是这样的。当我们煮到它水分收干变浓稠之后，它就是像这样的，中间会起很多的泡泡。你们是不是会觉得，好像很稀嘞，还是不够浓稠嘞？不会的，等下你们放凉后，这个罗家酱会变得更加的浓稠。如果你们把它放凉后放入冰箱，它会更加的浓稠。现在我们的罗家酱已经煮到收干水分，已经煮到很浓稠了，我们就可以关火，把它升起，放一旁备用。我们的罗家酱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可能空口吃吗？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些食材，可以配着我们的罗家酱一起吃。我们可以准备一些黄瓜，还有沙葛也是可以。或者你们要搭配一些水果也是可以啊，比如说这个黄梨，还是水瓮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我蛮喜欢吃罗家酱配黄梨的，酸酸甜甜的，蛮好吃的。大家会喜欢吃罗家搭配豆腐卜吗？很好吃的哦，它会吸收罗家酱，然后一放进嘴里，嘣，爆浆，哇，好吃哦！这个豆腐卜我们记得要先把它炸一炸哦。还有，豆腐也是我吃罗家最喜欢的材料之一。不过这个豆腐也是要炸一炸才可以放下去罗家一起吃哦。
其实这个罗架里面的材料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吧，没有问题的。最重要，大家吃得开心。好，你们看，我刚才的罗架酱放凉后，是不是变得非常非常的浓稠呢？现在我们可以把罗架酱淋在这一碗材料上面，或者你们要蘸着吃也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如果这个罗架酱你们煮到太多的话，你们可以把它装进罐子里，放入冰箱冷藏。不过它放入冰箱过后，它会更加的浓稠哦，然后变得很硬。没关系的，你们只要把它拿出来，放一放，让它解冻一下，它就没问题了。吃罗架当然要配上一些花生碎咯。这个花生碎你们要买现成的也是可以，要自己炒，然后自己磨碎也是可以，自己烤的当然更香咯。喜欢有一点酸酸的，我们还可以配上一些酸柑。如果喜欢辣的，你们可以加上一点辣椒糊哦。温馨提示：小课室，罗架酱的咸甜度你们可以自己调整，调到适合你们的口味。罗架酱冷却后会更加的浓稠，放入冰箱冷藏后会更加的浓稠。当罗架酱煮出很多的小泡泡，就代表水分已经收干，已经煮至浓稠了。罗架里的材料你们可以随意的搭配，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吧。完成喽！这就是我今天的作品罗架酱。其实今天的主角是罗架酱，是要分享如何煮这个罗架酱。至于这些材料呢，你们随意吧，你们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。至于这个花生碎呢，我在之前做糕点的时候有分享过如何炒这个花生碎。如果你们还是不大清楚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哦。又到了试吃时间，来一个我最爱的豆腐。豆腐只要买的够新鲜，你们就可以吃到它的豆香味，再加上外面沾了一些罗架酱还有花生碎，超好吃的。还有另外一个最爱就是豆腐沫，它会把所有的酱料都吸收掉，然后你一放进嘴巴咬一下，嘣，爆浆，哇，也是很好吃。黄瓜呢，虽然它不会吸收酱汁，可是它可以咬到它的脆口，还有它的清甜，可以解腻，不错。再来就是这一个，也是我的最爱之一，黄梨。它酸酸甜甜的，外面沾满了罗架酱，吃下去咸咸甜甜，当你咬下去，酸酸甜甜的，更加的解腻，更加的好吃。至于这个沙葛呢，它就可以吃到它的清甜味，然后吃到它的脆口，也是很好吃的。哇，你们看这个罗架酱超级无敌浓稠哦，它可以把整个碟子都粘起来哦，够力嘞！好啦，今天的罗架酱成功，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分享吗？罗架酱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大家记得要帮我点赞、留言、订阅和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